几年来啊，我们患难与共，风风雨雨，同舟共济。大家和我一起，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，初步改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全省化工行业的先进单位。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我要走了。从感情上讲啊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我舍不得你们，我舍不得成业化工，我舍不得你们啊，同志们！我在这里谢谢大家这几年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关怀，我谢谢大家了。几年来啊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，作为一名企业的领头羊，口号你尽管去喊，有时候你不喊还不可以，上面的领导会不同意的。但是你首先要把你所负责的企业给搞好。什么叫向人民负责呀？首先你要对你的企业的员工负责吧。你要让他们吃得好，要让他们有钱花，要让他们买得起新出的家用电器。什么叫向国家负责？首先你要对你的企业负责。你的企业没有下岗的，这就减轻了国家的就业负担。你的企业完成了税收，上交了利润，这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嘛。一句话，对企业和员工负责，就是对人民和国家负责。小李啊，在成业呀，你做了不少的工作，也担了不少的风险。没有你们那些得力的助手，我在成业化工也不会干到今天这种局面。麦总，您真是过奖了。不过说句心里话，您这一走啊，还真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干什么好像都没底儿了，真是得有大腿撑着才行啊。全面的负责一个市的工作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所以我还是需要一些自己熟悉的、信得过的干部来协助工作。我可以报名啊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。咱们还有机会合作。不过，这得有一段时间。我不愿意让人家议论，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这点你应该理解。我懂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得牢记着，下次再见您的时候，不能叫麦总，得叫麦书记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回去，有时间我回去看你们啊。好了，好。再见了，麦书记。再见了。我回来看大家啊。再见啊。好，再见，一定回来。行了，大家回去吧。再见啊，多保重啊。一定回来。好，我来看大家。OK，头儿，对你来说有个坏消息，你估计我吃得消吗？麦可欣当了济海市委书记了，这是真的？都上了报纸、电视的头条新闻了。他去的这个城市，就像当初的成业化工，上面把他当改革家用了。哎，可可，你看过那个电视吗？就是一个警察为了追王哲演那个无悔追踪。对。看来你是要穷追不舍了。哟呵，挺清闲的啊！我过来了。
副官，哎，刚才您的话里没话吧？啊？哎，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啊，来坐。嗯。什么事儿？借个人呐。哟，借人像我啊？哎，你先你看等我就这么几个人，我还划拉不开呢。等我把话说完。现在啊，这海上大规模的走私轿车比较猖獗，海察基地有点顶不住了，他们想让尚小春回去。一个是他的影响，这海上走私船一听说尚小春3个字，那腿肚子就打颤了。二呢是想让他带点年轻人，他们还是你缉私要案组的人嘛，我保证，行不行？哎呦，这事儿恐怕得跟小春本人商量一下啊。不过他今天到下边去了。你先说说，你同意不同意？让他写个保证书。什么？保证书。这丫头，嘀咕什么呢？过关，您要下命令，我当然执行。不过，你得替我想想啊。小春要一走，我这个要案组天塌一角啊。那我再给你配个人。哎，别，这人要一配啊，小春就回不来了。林功烈呀，林功烈，哪天你要是当了官长，哎呀，我是不想夺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走了。哎。上队啊，咱们就在这等着兔子往树上撞。这空气多好啊，当度假呗。哎，你说这海里有鲨鱼吗？当然有了，大的一口把你吃了。你吃了？哎，船长，那边那艘大飞是不是海关的？是海关，不过好像是出来玩的，钓鱼呢。你看还有个女的。海关这帮家伙，我太了解他们了。别看平时人模狗样的，骨子里可他妈腐败着呢。是不是？咱们还是小心一点。尚小春可是回来了。怎么又忘了？别叫我主任。看吧，你紧张的样儿，不就尚小春回来了？至于吗？托你的福，托你的福。林局啊，收杆吧，小栾启动，靠上去。哎，上队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瞎蒙呗。船长是尚小春，尚小春。完了！船长要不要随船？别吓人了！相机这么邪乎了呢？别理他，我可不敢。停船！还愣着干嘛？停船！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是船长，我是大夫啊，你根本就不是跑海的人，你是货主。没哪个天生就是跑海的。这12个货柜啊，不是5斤，是48辆小汽车。别开玩笑啊！你说话要负责任。你过来，叫你们船长来。回去。慢着，上队，这是我工作证。
咱们都是执法的，上队，你闭闭眼，我们就过去了。算你倒霉啊，不该翻到我手上。真要是翻了脸，你不怕有翻到我手上的时候？换你船长，把船给我开到海沙基地。是。邵小春，真的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？谢谢。后路有很多，正路只有一条。他什么身份啊？是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，叫季发凡。太猖獗了，难怪海沙基地要把你给调回来。记住，那个尚小春差点没把我们扣在海茶基地。我走的时候也给他留话了，以后别犯到我手上。徐发凡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？要跟人家搞好关系，别动不动就威胁人家。哼，这个年头啊，谁怕谁呀？我这也是气不过，手心手背的，有什么不好商量的？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尚小春回来了，暂时停停，就是不听。怎么样，闹出事情来了吧？记住，想想办法啊！要是公事公办，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。哎，对了，跟尚小春一块儿的还有一个人，那人挺不错，就是他一句话让我先回来的。那人什么样子？30来岁，挺精神的。志主任呐，志主任，你的麻烦惹大了。怎么了？他是林红利，是缉私要案组的组长。哎，我说啊，哎，你们是同级海关兄弟单位吗？这个面子他都不给吗？我说陆局，你不知道这缉私要案组啊，有跨越海关办案的特权。我就不相信了，在咱们这个地头上，那井还调桶里去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井啊，还就真能调到桶里去。这段话，我劝你们认栽吧。别说你们了，当初一产信托原塘走私案背景够大的吧？结果怎么样？咱们新上任的麦书记，原来在成业化工的时候就差点犯在他的手上。好在林红利当时没有拿到证据，但我敢肯定，他到现在还在垫着呢。再说了，麦书记刚上任，屁股还没坐稳，你们就给他捅娄子，能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这个林红利到底有多大权力啊？这么说吧，北京有多大的决心，他就有多大的权力。我估计啊，他很快就会过来。麦书记那边，你们要把工作做在前面。这个麦书记啊，深不可测。哎，要不你先替我们顶顶？哎，就是，咱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这个人呐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先看看事态发展再说吧。你过去看一看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麦可欣刚刚调去当市委书记，不要让人家产生什么感觉，懂吗？懂是懂，可就是想不通。巨额走私不但没有受到惩罚，反而荣升市委书记，他肯定还会干的，而且越干越大。我就是得睁大眼睛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你呀，这脑子里的就是缺点政治。你说人家巨额走私，证据呢？可人家把一个濒临危机的大型国有企业扭亏为盈，政绩明摆在那儿。你要是领导，你怎么选择？我是没有证据，可是总有一天我会抓到证据的。哎，你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啊！我们办案不仅要讲证据，而且要讲大局，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先不要接这个案子，也不要接触麦可欣，只是到当地的海关去了解一下情况，回来向我汇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向省委、向北京汇报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哎，林红林，我怎么听着我成了走私嫌疑人了啊？这可是您自己说的啊！哎，国官，要不咱们先安排一些外围调查？也好，不过一定要注意保密。是。
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有时候我真不大喜欢你。比如现在，啊，他不喜欢你？不会吧？以后有这种事儿啊，你去找过关去。哎，对了，咱们谁在吉海那边有关系啊？我有个老同学在那边公安局，关系怎么样？绝对铁哥们儿。哦，哎，那你呢？想想办法。哎，注意方法啊。明白。明白什么了？不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我们在调查吗？对不对啊，头儿？看来啊，我该换个工作了啊。哎，我看行。哎呀，林局长，你好，估计你很快就到。果然，哎，怎么着？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？哎，那个案子转到你们要案组去了？没有，我呀就是来随便走走。哎，何飞，给个面子啊，透点风。金处长，真没落到我们手里。特殊背景下的法人走私啊，事关重大。上面呢，也就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，做个形式。哎，这个案子啊，放在你们那边也好，要真赶在我手上啊，说实话还真麻烦。你说不办吧，于党于国说不过去；这办嘛，地方关系怎么相处啊？他们也是执法部门，有些案子啊，没他们协助根本办不了。说句心里话，要真让我办这个案子啊，没准我真的就放他一马。金处长，他们是第一次。啊，据我了解的情况是第一次。出了事以后，他们就来找我，一方面呢做个检讨，另一方面也想让我帮帮忙做做工作。他们一再说是办案经费不够，就冒了次险。也真够倒霉的，一出手就撞到小春手上了。进处，不对吧？海查基地查住你们这边的船，可不是一艘两艘了。嗨，小打小闹的总是断不了的。哎，现在有句话很有趣啊，如今是群众性走私啊，大众的案件还是不多啊。哦，对了，市机电公司干过2次，都让我们给查住了。其他单位嘛，好像大的案子还没发现。查这单货的时候，我在场，看志发凡的反应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清楚啊，他们可不是第一次。那邻居的意思，再调查调查。你有困难吗？悄悄的进村，大枪都不要。哎，要是碰到什么困难，你呀就把我提到前面去，给你当挡箭牌，怎么样？邻居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踏实不少了。哎，是发自内心的。金处长，您这是话里有话吧？嗨，什么花花肠子也瞒不过这丫头。直说吧，据说你和我们这位新来的麦书记以前有些过节。这你放心，我这次来呀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喜欢那个人。谁呀？靳当处，靳处长，他说话老在试探别人。职业习惯嘛，可以理解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又是你的直觉？你还别不信，女人的直觉往往好过男人。那你感觉一下，这个新来的麦书记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荒唐，愚蠢。麦书记，我们错了。你们错了。你们是谁呀？啊？陆子旭啊，你是公安局长，你是执法的，知法犯法，你说该怎么处置吧？麦书记，我们确实有困难，办案经费紧缺，咱们市的财政状况您也清楚。您刚来，我们不愿，也不想给你添麻烦，所以我们就干了这一次。出了问题为什么不及时汇报？想做工作，私下处理了。做工作，现在人家捅到省里去了。特殊背景下的法人走私，你成典型了，只可惜是反面的。我检讨。检讨有什么用啊？中央3令5申，我也天天跟你们讲。对不起，我给麦书记惹祸了。希望麦书记念在我们初犯，给我们保。今后
一定随时听从指挥。麦书记要我们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请麦书记相信我。我们这边海关什么态度？他们还是很配合的。配合你们走私啊？不，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还是很体谅我们的困难。麦书记啊，这次要不林红利来了，我们不会出那么大乱子。什么意思？很显然，他是故意跟您过不去啊。陆子旭，你少跟我耍心眼儿。麦书记啊，我是想说，我看你这个公安局长是不想干了。麦书记，我错了，我检讨。出去。麦书记，我明天上午把检讨给您送过来。你少给我做这个表面文章。那我走了。那回来。麦书记啊，有什么指示？给你个任务。市里面哪些单位走私过轿车，暴露的和没暴露的，你给我列个单子，不准隐瞒。要是让我查出来，哼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是。绝对不是第一次。不过啊，上队这次一下子扣了他们48辆高档轿车，他们真的心疼了。你老同学的情报？别提了，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，神神秘秘、鬼鬼祟祟的，一个劲儿的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你小子是不是吓唬人家？没呀，我就是跟他说呀，现在这事闹大了，你要是没有问题啊，你就别沾边儿。啊，对了，头儿，那个朝阳在电脑上调了一份他们的资料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打私成绩还不错呢。你看，简直是战果辉煌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外一种倾向呢？对呀，用打私英雄的光环来当保护伞。你太太那边，我已经按你的意思办了。可是他还提出离婚。这你不能怪的，做女人不容易。我不怪他，我都已经判无期了。就是我表现再好，也得10年8年。对不起，季风。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。香兰，你别难过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，我挺高兴的，真的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麦总当市委书记了，他把我调过去当市委副秘书长呢。很好。等我过去熟悉了情况，就把你调到那边的劳改队去。齐峰，不会太久。齐峰，你是好人。哎，香兰，您好，应该叫麦书记了。哎，坐。好，说实话，真的很想您呢。接到您的电话，我马上办了交接工作，这不，火速向您报道来了。哎，成业化工怎么样？麦书记，其实啊，一个单位关键要看一把手。本来呢，应该让你休息几天，叫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不需要休息，我正憋足了劲儿，在您手下大干一场呢。知我者乡女也啊。是这样啊，其他的工作我去做，只是在职务上先委屈你一下。您还说这些，只要在您手下当兵，我都乐意。办公厅啊，现在还缺少一位主持工作的副秘书长，你就香兰，你我之间不要谈那些了，好吧？这个事啊，问题很多呀。各个单位啊，都在搞自己的小金库。公安局就搞了2个公司走私轿车，被海关给查住了，一下子通到上面，上面很恼火啊！我让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材料，你一会儿看看。好的。啊，是真是假呢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不过材料上显示呢，
至少有1半以上的单位都在偷偷地进行走私。可是市里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，所以说腐败现象是相当的严重。那是因为他们把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关键就在这儿，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绵密的网络，牵一发动全身呐。我明白了，麦书记，那这边的海关怎么样呢？我感觉啊，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默契，至少是默契。从表面上看呢，这个海关打私成绩还不错，这几年来一直排在前几位。同志，呀，小春啊，菠萝，你怎么来了你啊？哎，他们人哪儿去了？刚才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挺好的啊。哎，邻居，哎呦，真少见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说这是哪阵风啊？啊，怎么着？没开除我吧？我哪敢呢我？哎，打电话叫合肥小区回来，晚上我请客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早知道我不吃盒饭了。等，还是我请吧。他请客啊，这大排档。来了，来点。谢谢，我要早知道。这什么呀？我早知道我再。停了？不会吧？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不谈工作。哎，就谈一个行不？我也想听。合肥，这真的全听了。哎，真的全听了。对那边的船，我查得非常严，结果1辆车没查到。据可靠情报讲，说那边的海关查得也非常严。我也听我老同学说了，那个麦克辛呢啊，谢谢啊。麦克辛把他们局长给臭骂了一顿，还要撤他的职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不相信呢。你知道吗？麦克辛把李香来调过去当了市委秘书长了。我听说了。他真要金盆洗手了？李香兰是成业化工案的重要嫌疑人，叫他过去只是为了洗手吗？那 B 方案？喝酒。我知道 B 方案了。还是喝酒？不对。那你说 ？B 方案是先吃菜后喝酒。我同意，我们饿死了。哎，那是胖10几斤了。去你的！真的。哎，小贾，我们谈点事儿，麻烦你出去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。陆军，哎，你不是说今天不谈工作吗？哎，该谈的时候还是谈嘛。进初啊，这顿饭啊，我是专门谢谢你的啊，你给我提供的名单，可帮了我大忙啊。哎，咱是相互帮助，义不容辞嘛。你这乌纱帽算保住了，不该庆贺庆贺呀？啊？你是不在跟前了，当时啊，我浑身上下全湿透了，2只脚啊直发抖，嘿，还得是撑着。嘿，可说到底，麦书记还是保了你。只要他能保你，就有戏。恐怕没那么简单了。等着瞧吧，没人跟前过不去。麦书记，来说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琢磨不透。麦书记在成业化工那事儿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外边都这么传说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成业化工那单事儿，要是他真干了，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他能干净吗？你又来了不是？你们这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据我所知啊，这个麦书记还真是个清官。那李香来呢？他我没见过，听说她长得挺漂亮。30多岁，绝对是麦克辛的心腹。麦克辛还专门给他搞了一个欢迎会，局上干部都参加了，公开说李香来是他过去的助手。把他调来，是不是要改朝换代呀？要是这样，咱们可就传完了。麦书记，就像您说的，您在常委会上定个调子，详细的事情由我来操作。
调子好定啊，具体操作起来不会太顺。这不是成业化工，情况要复杂得多呀。您放心，我会谨慎行事的。这些人啊，肯定会拼命地寻找我们的弱点，要特别的谨慎。对他们，我绝不手软。要讲策略。出现任何问题，我及时向您汇报。哎呀，你这一来啊，我觉得呼吸都顺了好多。小李啊，还是用你这样的干部顺手啊。麦书记，如果我说我特别崇拜您，您相信吗？我相信。可是你不能这样说呀。用社会上的话说，咱们谁跟谁啊？啊！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麦书记，我送您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哎，小李啊，啊，让他们把你的房子好好安排一排啊。放。老住在招待所啊，不是个事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张不开嘴，还是我说吧。哎，麦书记啊，我想先忙完这段，反正白天在外面跑，晚上回来就是睡个觉，没准儿过一阵子还跟您去省里工作呢。哎，不许胡说啊！好了，别送了。哎啊，别送。不是开会，随便聊聊，你们三个帮我熟悉熟悉情况。秘书长，我们海关虽然是垂直领导，但是我们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。你有什么工作需要我们做的，请指示。麦书记在常委会上再三要求，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咱们市的经济状况。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当然拥护麦书记的讲话，不过在经济方面，于总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哈。这个啊是这样，我们市机电公司经营不力，关键是我这当头的能力不够，请秘书长多多批评。满嘴官腔，满口空话，麦书记最讨厌这种干部。有问题讲问题，有想法谈想法，否则要你们三个来干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秘书长，我们关里还有个重要会议，我就……你坐下。既然大家对刚才的话题不感兴趣，那咱们就谈谈走私汽车的事儿。你们三家是怎么配合的？秘书长，我确实犯过严重错误。我们公司搞过2次，可都被靳市长查获了。当时我也想把公司搞好，没想到反而造成了重大亏损。这个教训太深刻了。秘书长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。秘书长，这个上次我已经给麦书记做过深刻的检讨了。那靳处长，你呢？哦，我这个人比较愚笨，不大明白秘书长的意思，请明示。海关虽然是自成体系，但除非你不想在那儿工作。不，秘书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算了，你们先回去，3个人好好合计合计，想好了再来找我，我不着急。好。陆局你留一下，2位不送了。坐。哎，于总啊，你说这陆局也真是的，好歹也是个市委常委吧，在一个女人面前像耗子见猫似的。哎，金初啊，有没有搞错呀你？啊，路子器处他是处麦书记。妈的，大不了我不干了，调到别的海关去，我也不受这份气。哎，你还真别起这念头，他们要想办你啊，你还真跑不了，除非你出国。那我们就坐以待毙。
麦克钦啊，确实在整顿，而且力度相当之大。市里的执法部门和机关开的公司啊，能关的全都关了，不能关的也都脱钩了。老百姓啊，都拍手称快呢。那是我们看错人了。哎，还有一件事情很微妙啊，那个陈奇峰已经转到他们那个市的劳改队去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刚啊，陆子旭亲自出面办的。想办法把这事儿底细给查清楚。头，我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和原先成业化工的案子肯定有联系。我估计，陆子旭的背后是李香来。说到底，还是要证据，不然又是一个成业化工。你们日子很难过吧？做成这样，人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以后1个月你出来1、2次调剂调剂。哎，戚风，再忍忍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帮你办保外就医。当初我判无期，我都忍了。要你忍吗？我永远不会碰你，我崇拜你。好的，下次你出来，我帮你安排好。手机，我得打个电话。你好，我姓陈，刘岩。我知道你在动，取消。我很好，除非消失。哦，完了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我想你也不介意再买个新手机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刚才给谁打电话？反正不是女人。我知道不是女人。那，你告诉我到底是谁？香兰，请允许我保留一点。谢谢你，波洛。谢什么？谢你在头面前替我说情啊！再说，我也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喜欢你那张嘴。我可不喜欢。你要是真少个什么头发丝什么的，头非把我脑袋揪下来不可。你应该跟着头。他就知道让我守办公室。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成天守着个电话，烦不烦？嗨，哎，反正这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，啊。喂，我刘鹏云呢？哟，老同学啊，哎，怎么样？你没暴露吧？我正拼命往你这儿赶呢。你是内行，你跟我说说，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干的？我跟你说吧，这都是蒙外行的。就一层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就事论事吧。假设于忠诚走私轿车，他事先必须要跟进档处商量好每走私几次，一定要让进档处查住一次。这不光是为进档处建立打私的成绩，要想长期干下去不这样做，根本藏不住。就算偶然闪失，就像这次让尚小春给扣住，进档处也不会受到怀疑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们干几次被罚一次，连罚没带罚款的，他们能有什么赚头呢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走私汽车的利润大的你都难以想象。即便真的被查处了，那也有赚头这其中是有窍门的。你听我跟你说海关罚没品不是可以罚款拍卖吗？说是罚款拍卖实际上私下早就定好了买主。比方说是陆资旭下面靠挂的公司，以公司的名义买去，
实际上还不是等于于中诚买回去了吗？这样最多也就等于交了一次税。对呀，如果这个办法要成功的话，那必须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内外勾结。哎，不过呢，也不是没有破绽。快说。靳当初不是扣了于中诚2担货吗？如果你想查办他的话，那你就追查他的账，一追到底，查一个追一个。现在懂了，有些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是最高明的。对，这才是李香来。他们2个人呢，在房间待了6个小时，不过2个人没有那种关系，房间没打扫，我全都仔细查过了。那你肯定是跟楼层的服务小姐又花言巧语了一番啊。那没办法，我只好牺牲自己了。哎，对了，头儿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啊，我在洗手间找到的，手机3星800。看来啊，他们不打算金盆洗手，要不然怎么会把陈奇峰弄过来呢？至少有人要报答陈奇峰的沉默之恩。那么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仅仅是李香来，还是他背后的什么人？这还用问吗？假如没有麦可欣的暗示和首肯，就李香来一个小女子，她敢这么出格吗？他们好像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在进行着什么。我有个预感，跟这儿即将发生的事情相比，成业化工的案子将变得微不足道。我都说了半天了，你们不想说点什么？金当初，你不是想调工作吗？想去哪儿，我帮你办。李处长，我错了，我辜负了您的信任，也辜负了麦书记的信任。本来是想给你们机会的，你们却联合起来对抗麦书记，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就凭这些，现在就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送进监狱。秘书长，请转告麦书记，我们一定坐下。好的。上次我就说了，我不着急，我不要你们现在表态，回去仔细想好了。前提，尽快把本市的经济搞上去，条件是任何人不许借机中饱私囊，否则新账老账一块儿算。所有伤悲，英雄不言悔。岁月擦干英雄的泪，笑迎雨打风追。英雄有泪洒向我们，酸甜苦辣爱一回。总
西南北，所有的心，所有的爱，一生一世与你一起。